大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，每周一爆料时间到。烧钱 CP 最近大家有在看吗？霸气侧漏的座椅抱，温馨甜蜜的猫猫抱，再到热恋期中猝不及防的铜锣烧吻、草莓吻，最后又再度解锁了宠溺十足的啄木鸟吻和感动满满的考拉抱。嗨，一太麻木了。黄景瑜靠着之前的几部戏成功进入主流圈，现在资源很是不愁。红海行动的红利他发挥的淋漓尽致，后来香港大导林超贤非常看好他，把他推给很多人。就看他现在的电影，不管多大的咖仔，他必定3番之内就知道这主旋律小生硬汉名号圈内打得响了。以后这类型电影还会找他的，他的戏约排老长。当然贵人是少不了的，今天的地位真的可以说命好，别的没听说。2. 杨幂硬刚周冬雨。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金鸡奖已经落幕，但这可并不意味着明星们的争斗就此告捷。90后的周冬雨将影后的奖项搬回了家，也成为继周迅、章子怡之后成为第3位金马、金像、金鸡3金大满贯得主。但是在周冬雨将这项大奖拿到手之后，大家的视线都转移到了八五花的身上。有关八五花们的实际也又一次被拿出来对比，业内和外界都在借机嘲讽八五花的实力不如90花，演技拉垮，一个大奖都拿不到。隔了一天，杨幂的路透中，她穿了一件贴有85字样造型的卫衣，这个举动引起了不少争议，热搜也是窜得很快，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借衣服霸气回应网上的评论，硬杠周冬雨表示不满。但大家仔细观察一下杨幂热搜话题下的风向，就会发现里面多是在盘点杨幂出道以来演过的各大经典角色，夸赞杨幂的形象气质啥的，基本就没有跟周冬雨有关的拉踩评论。但凡有可能引起二人的帖子出现，都会被迅速公关掉。什么目的呢？不过就是咱们大幂幂想要借机炒作一波。但是周冬雨现在在圈内的地位很高，几乎直逼大花，她身后又有着很强的资本势力撑腰。即便杨幂咖位不低，势力不弱，但如今这个形势下，她也是不敢轻易和周冬雨叫板的。所以这一次她也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回血、圈好感罢了。杨幂出道至今，在面对各种恶评时，一直就不是吃素的。刚出名的时候就被键盘侠跟在屁股后面黑，但是她没有逃避，有人黑她，她也跟着黑自己，硬是走出了这种自黑路线。但说到底，八五花一直以来就被质疑演技不好，相比4弹双冰颜值实力兼具的王者风范，90花、95花演技能打的姿态，八五花们始终被质疑靠的就是颜值和炒作功底。后浪这么汹涌，始终依靠这些虚的也没用啊。3. 火箭少女重组。一太看最近网上已经不止一个号在爆料，火箭少女101除杨超越、李子婷2人外，即将重组的消息了。还有透露人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官宣日期，那就是即将到来的12月份。如果光是所谓知情人士的爆料，那么可信度还没有那么高。但是不久后，鹅厂的官方账号也透露了火箭少女重组的消息。不过和网传不同，鹅厂的说法是独家限定合体，所以说火箭少女合体基本实锤。至于是限定还是长期存在，还有一定争议。且不说这个爆料的真实性如何，其实理智分析，如果火箭少女重组还是利大于弊的。草团解散半年，11位成员各自的发展，其实我们也看在眼里。解散后，很多下位区的成员曝光度和工作机会明显下降，所以合体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机会。而且火少的接班人硬糖少女303出道后确实有点糊，最近 RSE 又是风波不断，鹅厂在男团女团方面失去了优势，所以排除万难让火箭少女合体似乎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。倘若火箭少女101真的能实现合体，那合体本身就会给这个团带来无限的热度，合体后自然也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也势必会给目前风头正盛的奈造成一定的压力。当然，目前火箭少女重组还停留在爆料阶段，合体是一定会有的，至于会不会重组就看缘分了。说实话，一太个人觉得有点不太现实呢。真有重组这个想法，又何必让他们到期解散呢？现在大家都分属于不同的公司，档期合约不可能叠在一起的。另外一方面就是分成收入的问题，谁都想拿大头，谁都不服谁，除非有一个超强的金主爸爸分别请来每一个人，这就难了去了，真正理起来是一个大工程，所以重组有点不太现实。4. 赵丽颖解约单飞。
11月30日，有媒体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到，赵丽颖于近日成立了个人财产出资且个人100%持股的影视文化工作室，疑似是要和谢东家何颂脱离关系，出走单飞的意思。其实赵丽颖与何颂的关系早就不怎么样了，当初何颂签约赵丽颖是冯绍峰从中牵的线，那个时候赵丽颖正在被少女妈和换头女星联手打压，这样人在时尚资源、电影资源方面多次给她下绊子。赵丽颖为了脱离那种窘境，就通过冯绍峰的关系和大花李冰冰搭上了线，想着借着合颂这棵大树对抗少女妈和换头女星，在事业方面更进一步。而合颂当时也确实给赵丽颖开了非常优渥的条件，许诺要推赵丽颖上杂志封面，拿高收资源，另外还答应帮赵丽颖拿下一部大制作的电影。但要知道，合颂前几年一直就是在走国际路线的，偏偏最近1-2年，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，这个路子一下子走不通了。别说给旗下艺人大饼了，就是公司的大姐大李冰冰，这2年不也接不到啥好饼了吗？现如今的合颂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，手上根本没啥好资源，所以最后一来二去的，李冰冰方面当初给赵丽颖的许诺差不多全部落了空。赵丽颖到了合颂以后，除了拿到了几封杂志，造型方面得以提升之外，几乎没有得到更多的加持，双方呢也因此生出了嫌隙。尤其是《有匪》这部剧，其制作并不过关，是合颂当初为了奶新人忽悠着要求赵丽颖接下的。赵丽颖发现这部剧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后，私底下已经开始与合颂协商了。前段时间李冰冰方面为了挽留赵丽颖做了许多努力，但从如今的局势来看，两方反目分家只怕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。5. 李易峰内涵肖战。肖战因为27的事儿后遗症一直遗留到现在，公司那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保下来，各种砸宣传，就这样目前的负面影响还是在。李易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大尺度接受同人文，开玩笑说只要不搞怀孕都 OK， 分分钟还被炒上了热搜，也被一些有心之人拿来将两人对比，力判高下。实际上吧，姨太觉得人家就是表达一个自己的观点罢了。毕竟网上也传2021年将有8部单改要上线，人家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至于去内涵谁，更何况肖战和李易峰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人，也不存在竞争关系。嗨，只能说现在的明星真的挺难的，不敢随便说话，就怕被记者下套或者被过度解读，给自己惹火上身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